我国民间一直有各种关于神仙的传说和文化流传着，不管是真是假，自古以来神仙在人们的心中地位都很高。在这些传说里，神仙也会下凡活动，有些心地善良的人还会受到眷顾，得到仙人的保护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，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呢？其实很多对玄学感到好奇的人，也都或多或少与这样的人交流过，在他们的身上确实会出现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。今天的影片，我们来解密一个非常神秘的玄学方面的内容。每个人如何知道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护法神？每个人身上有没有护法神，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。因为如果有的话，说明这个人是非常幸运的，一辈子有护法保佑。那这样的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？答案是，这样的人就相当于猫一样，多了9条命，而护法神保你的可能还不止9次性命。我们都说生命无价，生命对人来说是最可宝贵的，可见能拥有护法神的人是多么的幸运。那么有护法神的表现是怎样的呢？答案是，在每次你遇到非常危险的危及性命的时候，护法神总能及时出手相救，化解你的危险。就是我们平常说的，福德深厚的人总能吉人天相。其实正是护法神在背后出手相助，鼎力的护佑，尤其是在很多天灾人祸、人力无法左右定夺的事件下，总会出现非常诡异的、莫名其妙的幸运。比如某个人站在某个点上面，刚好左边右边各一辆汽车疾驰而过，唯独他这个位置没有碰到汽车，如果站在其他位置，都可能受到汽车的碰撞。你说幸运不幸运？或者是路过某地，刚好塌方，偏偏他这个位置没有塌，你说诡异不诡异？其实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，有的只是护法神精准的计算。那么怎样类型的人可以判定为有护法神保护呢？这个要看每个人平常有没有遇到各种各样的非常诡异的逢危遇救、吉人天相的场合。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转危为安，总是很诡异的度过危机。如果朋友们有这种现象，那么就可以断定为身上是有护法神护佑的，那么真的就要万分的恭喜你了，你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幸运，等于你也像猫一样赋予了9条命。如果福德不厚重的人，一次危机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，而有护法神的护佑，你却可以始终的平安。那么有护法神的人有什么特点呢？有护法神的人一般都会表现为心地善良、宅心仁厚，总是表现得乐于帮助、救助别人，总是能为他人着想，心肠非常的好，不大会占别人便宜，也不会算计别人，一生乐善好施，身边各种各样的小人非常的少，人缘总是比一般人好，
他身边的人都会对他比较友好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恩情缘和福报比一般人厚得多。那么护法神到底是谁呢？何方神圣？让人觉得非常的神秘和扑朔迷离。护法神分两种，一种可能真的是天界来护佑的，这种人多半是宅心仁厚，心地善良，心系天下黎民百姓，总是为他人着想，并且总是伴随着各种危机，磨难重重，就是常人口中所说的历劫的人。你也可以把他当作天选之人，能被天神护佑的人，必定是以前做出过大功德、大奉献的人，也可能是以前对百姓做出过大贡献的帝王或者大功臣，下凡历劫，但同时又必须保证他的性命无碍。因为这一类做出过大贡献、大功德的人，必定也会得罪一些恶人，他们也会尾随而来，伺机报仇。护法神因此就必须护佑其平安，不被恶人所害。第二种护法神就是来报恩的冤亲债主，因为你曾经救过他们的性命，或者有各种各样的恩德给过他们，他们非常感恩，总是想着如何报答你的恩情，因此就跟在你身边。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出手相助，用救你性命的行动来报答你的恩情。报完了欠你的恩情，他可能就会离开。如果你下一次又遇见危机，那么就会由第二个同样欠你恩情的冤亲债主来接替营救你。由此可见，对别人广施恩情缘是多么的重要。但是我们看现实中，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是很可悲的，他们总是自私自利，样样事情都只为自己算计，让自己便宜占尽，别人怎么亏他完全漠不关心。这样的人不但不可能有护法神，而且还会招引一大群的抱怨的怨亲债主，最终的结果是祸事连连，霉运缠身。各位同修，看完了这个内容，从今往后您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做出一些改变呢？是否会多修一些恩情缘，少做一些自私自利、唯利是图的事呢？对于身上有护法神的朋友，在这里要多说几句。当你确定自己身上是有护法神的情况下，那么当你有时候你发现你的某些决定不像是你自己做出的，而像是另一个谁莫名其妙传达给你的，那么你不妨按照他的意愿去做事情，按照他的指引。虽然最后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但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已经帮你化解了其中的危机，只是你自己一点都不知道。比如说，有时候上班，你可能路上迟到了，车子出了点小问题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往好处去想，有可能是护法神算计好了，故意让你延迟的，因为这让你在延迟的那段时间里，在某个点上让你避开遇到你的灾星，让你化解了一个夺你性命的危机。所以当你的生活中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意外时，千万不要抱怨，不要咆哮和生气，
你要意识到你是有护法神的，这必定是护法神在出手干预，帮你躲避和化解中途可能遇见的灾星。你要感恩你的护法神。修行者修心，应如何正确供养护法神，才能利己益他？常言道，修行者多修心，而供养护法神也是修心的一种很好的办法。古往今来，人们对众神的崇拜和供奉由来已久，这种人们生活中的信仰仪式在很早之前在汉、藏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普遍存在。人们虔诚供奉诸神佛，无异于获得共同世间的成就。不同佛的成就、涅槃的成就、神佛的护佑，以获得自利利他的成就。供奉的形式与所供奉的诸神也有差别，最常见如护法神舞枪舞、跳神舞，起源于西藏。藏语叫跳云，因教派不同，护法神舞的内容形式虽有差别，但无论怎样变化，总是反映了人们于神、破灾、图腾崇拜的一种信仰。藏人用舞蹈的形式来宣传宗教教义，寄于神佑于人。藏区只要有寺庙的地方，都保留着这个习俗。护法神舞久跳不衰，不仅说明了这一点，无疑也表明了藏人对护法神的崇敬之心。象雄大藏经云，一切加持源于根本上师，所有悉的源于本尊。各种事业的根本就是空行和护法神。上师、本尊、空行和护法神叫做三根本，是密法的归依处。三根本的一切根本是手持密乘的戒律，是藏人普遍供奉护法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。承办世间凡俗的事业，出世间佛的事业，弘扬佛法的事业，利益众生的事业。修持空行母很重要，保护佛法，护养善男善女。遣除违缘方面，则护法神很重要。为了事业成功，对空行母和护法神经常供养一些整洁清净的贡品，对一切的根本密乘戒律手持清净，这样护法神也会如影随形般经常跟随保护供奉之人。神、鬼等皆属无色界，其可以施益于众生，亦可伤害众生，并且具有非凡的神通。而护法神可以直白地理解为护卫佛法的神灵，佛法最忠实的保镖，护卫修习奉行佛法之人，使其免受内外而来的灾害。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是四大天王，可简括分为世间护法神、出世间护法神两类，又因修行传承不同有密乘、非密乘之分。世间护法神因其前世一直是毫无目的地修习密法，也完全没有抓住或者守成圣道三要、出离心、菩提心和正见的修习，其法力也都是在他们立世护法之后，由释迦牟尼佛或者其他上师所赋予的。因而世间护法神必须佑护佛法，世间护法神的盲目修习与护法神死亡之际具有的善恶愿望等等业力，
共同产生了世间护法神赖以托生的条件。他们可托生为天界的统治者神，也可托生为赞魔或人形夜叉、穷宝魔等。所有这些神魔都具有极大的可行善或作恶的秘法，但需要强调的是，切不可将世间护法神作为皈依处或导师，只可将他们作为深入修法的助手或奴仆。出世间护法神指已经植入或已经超出见道获得圣者位的神灵。出世间护法神是由自身所生的强烈愿望来诱护佛法的，在强烈的护法愿望支持下，这些神灵呈现为护法神的形体，与出世间永世空行一样。这些出世间护法神也包括在僧皈依的范围之内，因而可以将出世间护法神作为皈依处或作为导师和灵魂诱护者。护法神的神态出成各种形象，诸如怒相护法神、善相护法神及怒相善相兼具护法神。善相护法神中最为著名的是长寿五姐妹，和御众马怒相护法神中最为著名的是贡布、达姆金雀姐、班丹拉姆和杰宝固阿怒向善兼具护法神中最著名的是玛吉班拉，护北方多闻子、梵天雅拉香波。如何选择供养护法神？世间护法神有许多都是智慧身，是智慧护法神，也是出世间的护法神。应选择正规的护法，最好是出世间的护法神，或是佛菩萨的化身，或是被佛菩萨调化好的世间鬼神，诸如6位世间圣母、虎一明王的眷属18部，世间圣母的眷属27部，密乘8大护法神、大圆满3大护法之类的护法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供养。这些护法神不会有供养和不供养等的分别念，即使因为某种缘故而中断供养，他们也不会降罪于我们。雄象大藏经中曾记载，这些护法神当时被信饶弥沃封为护法神时，世尊就是这样给他们讲的：你们要帮助善男善女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行者也一定会对你们做供养、赞叹，当然也会些心怀叵测之人再供大仙、将军、婴儿、死鬼，他们把这些当作护法神。这些不是护法神，叫养鬼，是养害人的妖精。供养这些罪过很大，要禁忌。供奉护法神的4种发心：愿我相续中利他的菩提心早日成熟，愿我见闻觉知的一切众生皆获利益，愿能遣除众生修行过程中的所有违缘，愿我能救苦救难及众生早日解脱苦海。因此大家供护法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还是为了众生的利益？或为众生遣除违缘，还是为了自己遣除违缘？这是有天壤之别的。倘若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那就不是大乘的发心。这个界限大家一定要分清楚。如果是个人的利益，护法神也不一定帮你解决问题。如果是众生的利益，
护法神一定保佑你完成你的心愿。在念诵正式的供养仪轨前，最好先念皈依文、发心仪轨、上师祈祷文，再念护法神的仪轨与咒语。如果稍广一点的话，可以先念皈依文、发心仪轨，念百字真言，修加持咒，圣八吉祥颂，供养仪轨，自在祈祷文。上师4句祈祷文后，正是念修供养。幸饶弥沃降临人间时，所有的护法神都在他面前发愿立誓，以后一定好好手持佛陀正法，好好保护善男善女，好好帮助利益众生之事。幸饶弥沃也跟他们承诺，给他们呈现殊胜的贡品。幸饶弥沃而且要求后代人好好供赞护法神，所以我们和护法神之间有一种誓愿在里面，也是甚深的缘起法。佛法的事业成就必须要依靠护法神的相助，所以按佛陀和高僧大德们所传授的法规去做，这样才可以获得如影随形的保护，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供奉的贡品，修行供养与赞颂空行母和护法众神最重要的是真诚心和恭敬心。古人有，若人求天尊，天尊要诚心的说法，求人、求天、求佛都不能缺少一个诚心。念世间圣母和护法神时，一点贡品没有也是不行的，条件不允许时，一杯清茶、一些洁净的水果即可。最重要的是一个自诚。护法神众仪轨讲的贡品很多，护法神每一位虽然都有不同窍诀的修法，但其中的共同之处就是对护法神都必须要做赞美和供养。因此对护法神要供养药酒、糖果或者是石子、水果等贡品越丰盛自然好，宜适合而治。而作为贡品一些禁忌还是需要了解的：一、不用沾染杀生的肉与血。密乘里讲的供血有2种，一种是从有血色的108种植物里吸取来的汁水，故被称为血；还有一种是1000种动物自然死亡的血，而且都是母性野兽的血，那是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的血。密乘里讲的供肉，主要指作为贡品摆放的无罪五肉为一教供养。所谓的无罪五肉是指因自己的业力自然死亡的肉，不是为了食用而宰杀的肉。这五肉也针对藏族人，如果不是那样，杀害任何一个被恶业所转、无有思维的旁生做血肉供养，诸神众佛都会远离。二、丰富清净，摆放要整齐，不能随随便便的摆放，不让自己呼出的气息直对贡品。摆放贡品时最好不要说话或者持咒，避免染污等不恭敬的行为。条件好，贡品丰富一些；条件不好，贡品就简单些。三、准备某些油类的食品，能够用3白3甜就非常好。
300指的是乳汁，乳酪和酥油3甜指的是冰糖、蔗糖和蜂蜜。这些都是供养神佛的上选贡品。4. 要不能有吝啬贪欲之心。什么样的贡品最好？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或是一件自己喜欢的事物就可以。重在能物有舍得之心，戒贪之心。如果自己都不愿意吃，不喜欢的却拿去供养护法，这样供养是非常不好的。贡品有多么贵，多并不重要。摆放贡品之前，先洁净双手，然后把贡品洗干净之后，最后恭恭敬敬地在护法像前陈设贡品，挑选自己喜欢的4子、饼干、饮料、糖、药酒、茶或5供、7供等没有享用过的新的食品，这叫献心。如果贡品不便于摆设，一杯茶、一根香、一朵花也是好的。而供养护法神中的禁忌更要注意。弘化身下杂巴大师在所著法海中言，将刚杀的温热血肉摆放在坛城中，那么一切智慧天尊跑回空中，妖魔鬼众靠近你的身边，给你带来疾病与痛苦。所以密城是禁忌血肉供养的，切禁。修行时不可存着贡高我慢的心，认为自己了不起，任何人比不了。生了这种心，护法神便离你远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俗不可耐，世俗的心仍然没有放下。一般人能说不能行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行得稀松平常，心口不如一，言行不一致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是敷衍了事，就是多懒偷安，不认真，不负责。有这种思想的人，必要及时纠正。修道人要知行合一，言出并行，对一切法不起疑惑心。凡是经典，皆是佛经口所言，所有戒律乃是佛亲身所行，所有论藏皆是祖师亲身所证。如果不生怀疑心，就与道相应。所谓修道之人心莫疑，疑心若息便出迷，一生疑惑，便在无理物中，不辨方向，找不到正路。要相信三藏12部，言行要以三藏为根据，不可越轨，才是修道人的本色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守好我的护法神。护法神会因为每个人的品德修养而护法。愿你坚持守戒做好事，护法常随你左右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